沉默了一会儿，蓝曦臣抬头问道：“魏公子，上次我同你说过的事，是否有答案了？”魏无羡经他提起，这才想起来，蓝苑今年已经15岁了，到了取字的年龄。不久后，蓝家要为这一代的嫡系弟子举行束发礼，他们的字是要提前记入族谱的。蓝曦臣想来想去，蓝苑的亲人就只剩下魏无羡了，所以取字一事还是交由魏无羡来做。只是最近都忙于药材的事，魏无羡才把这件事情忘在脑后了。魏无垂下眸子，想了想，道：“那便取为丝锥吧。”丝锥。丝锥。魏无羡轻轻笑了一声，心里默默念道：“丝之可追。”蓝曦臣默默记下这个字，对魏无羡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我知道了，那就叫丝锥吧。”蓝曦臣算了算时辰，对魏无说道：“今日我就先离开了，希望忘记他可以早点醒过来。魏公子告辞。”言罢，看了一眼躺在玄冰棺里的蓝忘机，便离开了。魏无羡等他离开之后，便伏在玄冰棺上，轻轻笑了笑：“蓝湛，12年了，总算是找齐了。碧晨，我也修好了，我的金丹也结成了，阿苑也顺利长大了，就差你了，那也得努力，早点醒过来，知道吗？我一直在等你。”泪水模糊了他的眼睛，顺着他消瘦的脸庞滴落在冰棺上。魏无羡擦了擦泪水，调整好坐姿，双手结印，久违的鲜红色灵力顺着他的手掌注入玄冰棺里。“蓝湛，我等你回来。”一直静谧的密室里，突然传出咣当一声，魏无羡惊恐地瞪大一双失神的眼睛，跌坐在冰棺旁。他的手边是已经打翻了的香炉，他坐在地上迟迟回不过神来。过了好久，他才颤抖着手扶着玄冰棺慢慢站起来，勉强稳住身形，嘴里喃喃着那人的名字：“蓝湛，蓝湛，蓝湛。”玄冰棺上的盖子早已掉落在一旁，在里面睡了13年的人早已不见身影，棺内空空如也。蓝忘机不见了。魏无羡现在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唯一的念头就是找到蓝忘机。他疯了一般的跑出去，急促的呼吸彰显着他濒临绝望的心。守了13年的人突然不见了，任谁都承受不了自己爱到骨子里面的人突然消失。魏无羡沉寂了13年的心又一次疼了起来，撕裂般的痛感仿佛要将他勉强支撑许久的心吞噬。他眼神空洞，一只手狠狠地抓住自己的左心房，慢慢蹲下来，泪水顺着他的脸庞滴落在地。不一会，整张脸都被泪水糊满了，哪里都找过了，可就是没有他记忆中那个人的影子。魏无羡咬紧下唇，一声声的呜咽从他嘴里冒出：“蓝湛，你究竟去哪儿了？你是不是恨我了？”也是，魏无羡轻轻苦笑，任谁都会这样的，哪里还会去爱一个害自己睡了10几年的人，巴不得离自己这个瘟神远一点。魏婴，一声熟悉的魏婴，让他嘴角的苦笑就此僵住了。他婀抖着身体缓缓站起，首先没入眼帘的是一双雪白的靴子，最后是那张他刻在灵魂里的脸，那双闭了13年的琉璃色瞳眸睁开了。魏无羡听见自己沙哑至极的声音响起：“蓝湛。”魏无羡就那样僵在原地，他不敢碰他。这13年来，他做过太多这样的梦了，每一次自己伸手触碰他的一瞬间，眼前的人就直接化为灰烬，烟消云散。可是眼前这个他心心念念了13年的人太过真实了，他想抱住他，可是不敢，他怕了，他怕这又是场梦。醒来之后，蓝忘机还是躺在玄冰棺里，不曾醒来。蓝忘机看着僵直的站在面前满脸泪痕的魏无羡，内心一阵抽搐。他在魏无羡刚出院子的时候就醒过来了，却发现自己躺在冰棺里。他当年的记忆停留在血洗不夜天之后，自己拼尽全力将魏无羡带离不夜天城。他明白当时的自己已经无药可救了，但是他并不后悔，他救下了自己的心悦之人，只是他却没死。许久未活动过的身体有些僵硬，适应了一会儿，这才推开冰棺上的盖子出来。他看到了桌上放的随便和陈情，看到了室外石桌上的符篆，看到了院子里草地上的一群兔子，自然也感知到了院子里设下的结界。可是结界却没有拦下他，等他看清外面的景象之后，再回到院子里，却看见了那个他拼死保下的人蹲在地上哭。他何曾见过魏无羡哭？
那一声声呜咽像一把刀子凌迟着他的心，不经意间，他叫出了那个人的名字，那个刻在他心尖上的名字。蓝忘机见他呆滞在原地，忍不住走上前，将他抱在怀里，又在他耳边叫了一声魏婴。魏无羡呆呆地被他抱在怀里，感受到这个人的温度和他的气息，他慢慢明白过来，这不是梦，他等了13年的人回来了。这声魏婴，他等了整整13年。蓝湛，是我，蓝湛。魏婴，是我，是蓝湛。是我，我回来了。真的是蓝湛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是我回来了，魏婴。